今天是2020年8月13号。我昨天的节目里面呢，谈到拜登选的他那个竞选搭档叫卡马拉·哈里斯，说他的父亲呢是牙买加人。我把牙买加呢说成了是非洲，其实呢牙买加呢是中南美洲的一个岛国。这个呢在网上呢很多评论里面，朋友们呢都对我有了一个善意的批评和指正。有的朋友呢理解说我是口误。我要诚实的向大家承认，不是什么口误，是我自己功课没做好，没有认真的去把这个牙买加国家所属哪一个州呢，没有呢上网查一下资料，可以讲谷歌一下的话，1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我呢疏忽了，没有做到精益求精，向朋友们道歉。这个呢是我呢不谨慎犯的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对我有过指正，这些朋友呢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善意的。当然了，不排除我的评论区里面，无论是推特评论区、脸书评论区，还是油管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呢，都有一些呢，就是极个别的几个人讽刺啦、挖苦啦，甚至是谩骂啦，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些无耻之徒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100%的正确。一个自媒体，你要想把全世界所有2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名字、国名、首都、所属哪个州，都把它全部搞得明明白白，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常识。有的人纠正我说这是常识，你不知道吗？我不认为这是常识。常识是什么？是那些大国，那些知名的大国，如果我把它讲错，那是常识。比方说我把莫斯科讲成是伊朗的首都，我把平壤讲成是日本的首都，我把华盛顿说成是南非的首都，这是常识。但是像牙买加这样的小国，把它这个国民、把它的首都、把它是在哪一个州都弄得明明白白的话，是需要查资料。这个呢是我自己做节目不谨慎，我呢是诚恳的呢接受朋友们对我的指正。至于那些挑三拣四的呢，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呢我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很多人喜欢呢在这个里面品头论足，有的人是善意，有的人是嘲讽，也有的是无耻。可以讲一会儿嫌我的开头曲什么浪费他的时间了，一会儿说我这个开头的这个旋律太激昂了，最好换成一个国产的曲子，那种轻歌曼舞的什么好一朵茉莉花之类的，要不要换东方红啊？真的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去满足这些人的要求，我只能按照我建明的想法我来去做。我在我的这个节目的开头放这么一个片头曲，目的就是什么？让大家听到这个乐曲就知道马上建明的节目开始了。这个节目从头到尾只有8秒，你觉得耽误你的时间你就跳过。所以说在这个片头曲的问题上，我不再做过多的解释，你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你就跳过。如果你根本不能接受，干脆你就不要听我这个节目，我没有强迫你来听。好，谈我们今天正式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主要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谈蓬佩奥。蓬佩奥这次欧洲之行啊，是蓬佩奥第3次欧洲之行。蓬佩奥第一次到欧洲呢，主要是到欧洲美国最主要的几个欧洲的盟国，也就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几个欧洲的大国，比方说英国啊、法国啊、意大利啊、德国啊，这些呢既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国，同时也是属于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有极端影响的大国。那么首先蓬佩奥是要说服这几个国家不能够使用华为5G，而且能够跟美国同心协力的制裁中共，遏制中共对全球的扩张，遏制中共它的共产主义红色意识形态对全球的渗透。这是蓬佩奥欧洲之行的第一步，也就是首先是要去拜访欧洲的美国的盟国、欧洲的核心大国、欧洲的有政治影响的大国。那么第2步我们看到了蓬佩奥他就拜访了北欧的几个国家，包括丹麦了、瑞典了、芬兰了这些北欧的国家。这也是蓬佩奥他第2步，他就是在北欧的国家里面开展他的游说旅程。那么现在他走的第3步就是来到了中欧，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斯洛文尼亚这一类的中欧的国家。那么蓬佩奥这一次在捷克议会，在到访捷克之后，在捷克议会发表了他一个激情洋溢的演讲。他这个演讲的内容，我觉得是对中共的一次历史审判，而且也是吹响了消灭中共的一个号角。他告诉欧洲人，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完全2个不同的概念。中共是马克思列宁这2个已经被历史证明非常邪恶的主义的化身。中共威胁着美国，也威胁着世界所有国家里面正义人群的生活和生命。比起全苏联来讲，中共要恶劣得多。很多人认为中共现在比较强大，尤其它的经济比较强大，所以中共可能没有那么快就能够倒塌。他说正像柏林墙在倒塌之前，是没有人能认为柏林墙很快会倒塌的。而且他回忆了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个期间，
蓬佩奥他本人作为美国驻欧盟的士兵，他当时就在德国执勤，也就是在柏林墙倒塌前几周，他仍然在德国边境的一个小镇上执勤。那时候还看到有一些东欧的人希望通过柏林墙来到自由世界。所有执勤的士兵都没有想过，几周以后柏林墙最终就会倒塌了。他说：“那么现在正是第二个柏林墙，就是中共的这堵墙需要倒塌的时候了，因为正义战胜邪恶是必然的。欧洲并没有衰落，唱衰欧洲的恰好是中共的宣传。美国现在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神圣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短期改变，他们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统治这个国家，就是把这个国家14亿人民绑架成为他们自己共产党所需要的利益。因此，美国现在已经完全认识到，包括很少达成共识的美国两党，也一直都认同要坚决地铲除中国共产党。” The regime has a Marxist-Leninist core no less than the Soviet Union did, and indeed perhaps more so. The party has always put itself first. Its actions flow from its ideology. That's because the CCP has already enmeshed in our economies, in our politics, in our societies in ways the Soviet Union never was. And Beijing is not likely to change course in the near future, although one lives in hope. No one thought the Berlin Wall would fall. I was a soldier there until in then West Germany until 1989, until just a couple weeks before that wall came down. I was serving in a little border unit in a town called Binlock. We had no idea that in just a matter of weeks, people would be crossing freely back to be reunited with their families. Freedom will win this time, too. As President Havel once reminded us, we must commit not to live the lie, but to live in the truth. And here's what's true. China's world dominance is not inevitable. We're the authors of our fate. Free societies have always been more attractive. Your people know this. Our people do too. And here's the best news of all, from all of that. The resolve of freedom-lovi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s to defend their way of life, and it is growing. I see it every place I go. Americans now recognize that the CCP, which is totally separate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threatens their values and their way of life. Both parties in Washington agree on very little, but on this, we all know what we're up against. You know, I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talking to members of both of our political parties. The tide has turned, just as I see it turning here in Europe as well. The West is winning. Don't let anybody tell you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That is false. That is their narrative. 所以，蓬佩奥讲这个话，实际上就得到了美国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的印证。Nancy Pelosi 就在今天就发表了他的演讲，他就表示，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两党两院都以团结一致的声音捍卫那些被北京打压的声音，支持香港人民的自由，支持香港人民正义和真正的自治。中共企图摧毁香港政治和经济自由的这种想法，在美国来讲，我们完全是不能容忍的。所以，美国所有的行动都是需要反对北京对香港的镇压和恐吓，抓捕香港民族意识的北京的这种行为，标志着什么？标志着中共统治香港。现在香港已经达到了最黑暗的时期。这是Nancy Pelosi议长的讲话，所以他的讲话就完全印证了蓬佩奥他在发言中里面已经表达了，美国两党在很多问题上很难统一，但是在消灭中共、打击中共、制裁中共这个方面，美国两党是高度的团结统一。因此，美国有这个神圣使命，必须要消灭中共、铲除中共。蓬佩奥接着在他的发言里面说到，现在不是什么冷战2.0，现在对中共的这个战争根本不是冷战，比冷战要激烈得多。因为对付中共比对付前苏联要困难得多，因为前苏联可以讲它军事庞大，但是它的经济力量远远没有现在的中共那么张牙舞爪。现在中共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经过它加入 WTO 这么20多年，经过全世界给中共提供的巨大的全世界的市场，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和世界出口货物的最主要的国家，最大的资源和最大的人口的消耗国，所以中共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它的 GDP 在全球已经排进了第2名。由于它的经济强大，所以中国共产党它现在构成的威胁比俄罗斯、比前苏联要严重得多。但是，当西方世界能够团结在一起的时候，铲除中国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蓬佩奥更是暗喻，中国的柏林墙倒塌之日可以讲是指日可待的，因为西方自由世界当他们团结一致的时候，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共产党的丧钟也已经敲响。Today, an even greater threat is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not tanks and guns.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The CCP initiates retaliation against innocent parties when crossed. You all see this. The CCP leverages economic power to coerce countries. This is deeply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f our values. The CCP lies. It makes those who tell the truth disappear. The virulent pandemic that came from Wuhan spread so widely and caused so much damage because the CCP covered it up. The regime has a Marxist-Leninist core no less than the Soviet Union did, and indeed perhaps more so. The party has always put itself first. Its actions flow from its ideology. And it's paranoid about free societies like ours. What's happening now isn't Cold War 2.0. The challenge of resisting the CCP threat is in some way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t's because the CCP has already enmeshed in our economies, in our politics, in our societies in ways the Soviet Union never was. 那么蓬佩奥的发言是表达了美国现在的外交立场。那么川普总统呢？川普总统就在今天8月13号星期四，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频道对他采访之后，他就明确再一次谈到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已经没有前途。他指出，数以千计打到香港的人都反对中共，因为中共治理香港的话，香港将永远不可能再成功，香港市场将会掉进地狱里面，将没有人到香港去做生意。美国之所以结束香港的特殊地位，就意味着香港将会失去吸引商业的特殊之处，香港再也不会像过去跟纽约跟伦敦一样，他们可以并驾齐驱，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成为世界的第3大金融中心。这是川普对香港问题他给出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川普也再次表达了，自从中国隐瞒疫情，而且把这个疫情扩散到欧洲，通过欧洲扩散到美国之后，我对中国的想法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现在我和8个月之前看中国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川普在今天他的发言里面再一次谈到，他对中国已经和8个月前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就在今天或者明天，很可能就是今天就会宣布呢，孔子学院呢是外国使团。那么什么叫外国使团呢？也就是孔子学院是中共大使馆这种使节性的派往美国的代表中国的政府官办机构。孔子学院一旦被宣布为外交使团之后，就表示它现在是属于外交政府代表的待遇。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凡是美国人，你只要到孔子学院去上学，你从孔子学院毕业，你向任何单位递交你的求职简历的时候，你都要写上你是孔子学院毕业，而且呢是明确孔子学院毕业的人就是替中国政府办事的人，也就是你变成了中国政府外派在美国的办事人员。你觉得你这样的人，美国会有哪一个企业会敢录用你吗？所以说，这样孔子学院作为外交使团的话，他就跟大使馆那些外交代表是一个档次。是所谓一个档次，并不是他已经上升到外交官，他没有那种外交官豁免的待遇的。但是美国已经视同他是中国政府官派的、官办的、派到美国的这种外交人员。这些人在美国从事的其实就是间谍活动嘛。美国早就把中国已经定成他们所有的外交人员，他们所有到美国来的这些教育文化的这些人员，他们打的各种旗号，实际上就是来渗透美国的。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是一步一步开展的。前几天制裁的那11个人，这11个人制裁以后，香港的很多外资银行已经全部拿出了动作，他们也就是对这被制裁的11个人，对他们取消对他们的服务，对他们已经开办的各种账户要给予注销，他们的钱款退给他们。这是外资银行。那么外资银行不能成，你觉得中国的银行能成吗？我告诉你讲，中国银行也不能成。现在中国3家最主要的大型国有银行，他们昨天已经开始他们的动作。这3家国有的大型的中资银行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他们现在已经采取了措施，遵守美国的制裁要求，对11个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和香港港府的官员，对他们采取退回存款、取消服务、注销信用卡和账户。他们要确保自己的美元融资渠道和他们自己的海外网络不受到美国的制裁和打击。这3个银行呢和港府呢都不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这也就是说，被美国制裁的11个中共和港府的高官，他们现在钱没地方存啊。外资银行不能存，中资银行也不能存啊。我估计最后只能把这些钱存到中国大陆农村里面有那种信用社，存到信用社里面，可能信用社能接受他们的港币啊、人民币，愿意帮他们存，因为信用社不可能去开办什么美元业务，也不在乎美国会对中国的农村的信用社给予什么制裁和打击。
但是这11个人的存款都很多啊，你存到农村信用社，你不把信用社主任卷款逃跑吗？这个资金安全也是个问题啊。再说那么多钱，信用社主任也完全可以把你这个存款的那么多的数额向纪委汇报啊，纪委也要调查你的收入来源为什么不明啊。所以说现在被美国制裁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过街老鼠到处挨打，风箱里面的老鼠两头堵。这是指被制裁的这11个人。前2天黎智英被中共以国安法把他抓捕，那么网上呢马上就有人帮共产党洗地，网上放出一种谣言，说是黎智英这次被保释啊，是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的，因为国安法呢没有保释这么一说，放掉黎智英是川普依据奥巴马的先例打电话要求习近平放人，习近平当时受宠若惊，马上就照办了。我不知道放这个谣言的人，写这段话的人，这种哗众取宠，他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他觉得他写了这种内容可以过过嘴瘾呢，还是那些看他的那些白痴看完了以后真的相信，感觉到很满足呢？我告诉你啊，这个电话实际上是我打给习近平的。我告诉习近平，你赶紧把黎智英放掉，你再不放人家黎智英就成全球首富了。习近平一听啊，黎智英成全球首富，全球首富怎么能让他当？全球首富是我习近平，所以说赶紧给我放人，不能让他超过我的财富才是全球第一。所以说习近平是这么放人的，你信不信？江湖上的传说多了，这2天网上一直在传央视原来的2个女主持人欧阳夏丹和董卿，说是被中纪委带走，专门查他们裙子里面的事儿。江湖上一直有这个传说啊，你信吗？海外有一些自媒体讲的煞有介事的，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你觉得有那么回事吗？至今我至少是没有看到有根据的报道，所以说对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不能随便去相信。川普现在怎么可能去给习近平打那个电话呢？美国现在跟中共所有的对话完全是停止的。目前来讲，美国只有这么一项，也就是8月15号，莱特希泽和刘鹤将会对中美贸易第1阶段协议半年以后进行一个验收，他们会有验收的这么一个会议，那么多半是视频会议，是不是刘鹤会率代表团来华盛顿来验收？那不好说。一般来说，我个人认为是视频对话就行了，因为这个验收根本没有必要当面来谈，没什么好谈的。也就是双方向对方表达一下，我们一共现在第1阶段执行了哪些，绝大部分执行的不好。可以讲，第1阶段协议最多也就执行到了1/4，这也就是刘鹤和莱特希泽有一个按照合约，按照原来约定半年，那么中美双方的最高代表有这么一次验收的这么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目前来讲在计划中。除了这个以外，美国所有级别跟中国的对话，从最高的川普总统国家元首这个级别开始，到什么外交部长、国务卿副部长、大使级、领事级、代办级，所有的对话已经完全停了。所以中共现在很着急啊。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啊，副外长叫乐宇成啊，驻美大使崔天凯啊，他们都不断地释放各种信号，想跟美国人谈啊，想跟美国人坐下来说我们有话好商量啊。你觉得美国人跟你还有什么话再商量吗？美国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在历史上他一向是对你非常友好，当你把他搞急了、搞毛了，当他完全不相信你了，这时候你想美国再回头，再重新把这么大的船，好不容易把头调过来以后，你让他调回去，哪有那么好事啊？美国可以讲这艘巨轮太大了，一直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我们讲船大难掉头，美国就掉这个头很难。到川普执政这一任，那么多鹰派的幕僚帮助川普一起来把这个船逐步地把头现在已经调到对准中共要开炮了。这时候你让美国把炮口收掉，把美国这个船再调回去，跟你中国继续友好，你们继续岁月静好，你觉得可能吗？所以中共现在外长也好，副外长也好，驻美大使也好，现在不断地跟美国喊话，要求美国能够跟他们对话。我每次看到中共这些外交官们讲这个话，尤其我看到那个副外长乐宇成说我已经随时做好了跟美国人对话的准备，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听过的一首歌，陈淑桦唱的那首叫《梦醒时分》，那个歌词就说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陈淑桦的这个歌词就让我想到，现在美国对中国就是这个态度，也就是美国这个伤心是难免的，但是这个伤心呢，总归会在每一个梦醒时分，能够让美国知道有些事情不用问，有些人呢不用再等了。所以说，美国现在对中共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明确。美国目前在欧洲，一边是蓬佩奥，
他已经是第3次赴欧洲有关中国议题。大家不要误会啊，我讲什么蓬佩奥第3次到欧洲，第2次到欧洲，第1次到欧洲，不是讲蓬佩奥他这一生中只去过欧洲这么3次啊，他在欧洲之前就很多年，他去过欧洲无数次。我指的是蓬佩奥到欧洲，专门针对中国议题，专门针对要制裁消灭中共，专门要联合世界上的民主同盟国家，建立民主同盟，对中共进行遏制，对共产党进行铲除，对中共进行打击的游说斡旋。我指的是他的这个欧洲之旅，所以我把他这次到中欧国家定为是第3站。那么也就是一边是蓬佩奥他在欧洲的外交斡旋、外交游说，一边什么？美国做出了一个重大宣布，美国宣布也就是取消加在英国头上的所有关税，把英国从整个欧洲踢出来。过去川普是给欧洲全部加的关税，现在把英国把这个关税踢出来，也就是英国的关税全部取消了。但是这部分关税呢，美国不能不收，收到哪里呢？加到法国和德国头上。这就是川普的战略，也就是你法国、德国，你跟着共产党跑，你跟着共产党、跟着中共沆瀣一气，你就跟俄罗斯、跟伊朗、跟朝鲜、跟中共去玩。也就是美国对英国加征这个关税全部取消，而这部分通通送到你法国、德国头上。因为美国现在已经跟英国已经完全联手，做到什么程度？新西兰的副总理叫温斯顿·皮特，他就建议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应该组成一个贸易伙伴，组成一个贸易联盟。这个贸易联盟就是专门对付中共、对付欧盟。美国和英国如果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一起组成一个他们英联邦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来讲，就是扩大了五眼联盟，也就实际上以五眼联盟为基础，最终变成了五眼联盟，不光是情报共享，也是他们的贸易共享。在这种情况下，五眼联盟，日本现在已经积极提出要加入嘛。那么五眼联盟加入日本以后，他们就基本上是欧亚美澳这几洲，它所有的这个英联邦国家、发达国家，他们已经组成了这么一个战略同盟。除了情报共享，他们贸易互助，同时他们享受他们自己这个贸易范围内的大家互相给予的贸易优惠。那么这几个国家将会相当发达、相当团结，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反共联盟，那么就非常有战斗力了。这就使得法国、德国，你们跟中共勾结，你们跟中共沆瀣一气，那么最终法国、德国，你们就要为你们自己的行为买单。德国已经被美国完全踢出盟友圈子，也就是美国下决心从德国撤掉他北约盟军的那一天开始起，川普对德国就再也不抱有信任，对默克尔这个人已经完全给他盖棺定论。默克尔就是纳粹子孙，默克尔就是共产党跟共产党沆瀣一气，帮助共产党推销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邪恶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所以默克尔你就追随着你的马列主义跟共产党去混嘛。因此美国现在已经定下了他自己的这个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国际形势是非常有利的。而中共呢，中共现在可以讲叫黔驴技穷啊。习近平开了个北戴河会议，发出一个不伦不类的要求全国老百姓节约粮食的讲话。我不知道习近平演的哪一出，一边要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一边呢要抓贪官打贪官。现在这2天正在审判华融的董事长叫赖小民，这个赖小民现在指控他光受贿就达到18亿，他跟曾庆红家族有着巨大的利益。这个赖小民他受贿18亿，他这个金钱大部分钱是假的，黄金在他自己的豪宅的地下室里面堆了3吨。结果这个专案组一看，黄金虽然标注的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24K金，但是基本上找不到一块黄金上面是不生锈的。所以说赖小民藏的黄金基本上都是生锈的黄金。而他一共有100多个情妇和小三，这100多个情妇小三大部分都被他安置在同一个或者是靠得比较近的这么1-2个小区里面，以便于他随时临幸。私生子生了10几个，结果 DNA 一验没有一个跟他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别看他贪18亿，我觉得他挺冤的。估计他这18亿这个现金啊，也大部分是假钞。这种红卫兵官员说句重话，他们自己啊又没文化，又不可一世，又把党高给他的权利呢，他又觉得可以无法无天。所以到了最后呢，钞票嘛几十亿嘛是假的，私生子嘛没有一个跟自己有血缘关系，所有存的黄金嘛都是生锈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党国里面那些高官跟他们自己共同的利益，他们为党国卖命，最终党国卸磨杀驴，然后把他往监狱里面一送，所有贪的钱全部没收。这些钱里面大部分还是假币。那些私生子最后没有一个人喊他爹，他弄那么多钱供养的那么多情妇和私生子，最后跟他没有1毛钱关系。
这就是中共啊，这就是中共的官员啊！中共的官员他自身由于文化低下，由于他思想品德很肮脏，这个社会打造的就是一个肮脏的社会。这2天在网络上，我看到在中国的一个网络大 V 有100多万粉丝，是一个律师叫庄志明。庄志明他发了这么一个微博，他说香港被抓的这个周庭啊，光刑罚不够，他这个刑罚完了以后呢，还应该施以附加刑。这个附加刑呢，就是把他发给光棍为妻。我不知道庄志明这个律师他自己是不是光棍，如果他不是光棍呢，我估计呢他很快就会变成光棍。如果他现在还是光棍呢，我觉得他不一定有棍。这样的律师，这样的渣仔，在中国大陆居然在网络上能有100多万粉丝，这样的人能称为是律师，这就说明中国社会就是奸佞当道，无耻恶行。在中国，这样的人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能够在网络上有100多万粉丝，能够招摇撞骗，能够打着律师的旗号，还能去骗钱，这个社会已经无耻到什么地步？所以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缔造什么样腐败的政府。这个政府离他的灭亡不会太远了。当这个政府垮台的时候，所有像庄志明这种曾经帮助中共为虎作伥的人，他们要么被这个政府卸磨杀驴，要么他们会得到人民的清算。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